只见那一剑破空而去，正中风筝上一点醒目的红色，悠悠然坠落，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。少年们一阵欢呼，魏无羡耀武扬威地向蓝忘机伸了伸手，挑眉道：“蓝湛，你要不要也试试？”蓝忘机迎上他期待的目光，又皱眉看了看他递出的弓箭，却没有伸手去接。那天最后，魏无羡到底也没能说服蓝忘机射上一箭，只因对方的表情好容易有些松动的时候，于夫人却忽然杀出，将一干偷懒的少年狠狠训斥一通，揪着罪魁祸首魏无羡的耳朵要关他去柴房罚跪。魏无羡被扯得哎呦哎呦直叫，江澄往前2步追了上去，蓝忘机竟也下意识动了动，回过神来，似是不解自己此番举动，不可置信地低头看了看自己雪白的云靴。身边忽然有个声音道：“你怎么没和他们一起玩？”蓝忘机心里短暂一惊，回头见是蓝曦臣站在了他的身边，旋即正色道：“不合规矩。”蓝曦臣倒是笑了，到了云梦也不是不能入乡随俗，何况我觉得你应当是很想和他们一起玩的。蓝忘机静默一阵，咬定道：“并无此事。”魏无羡一直没忘记那尾从他手上逃跑的大鲤鱼。这2日间，他得了空便在莲花湖边支起钓竿守株待兔，可钓到的依旧只是些小鱼小虾，个头还不及人家半个尾巴。屡战屡胜的功绩中凭白添了一处败笔，被江澄嘲笑了2句，魏无羡心中更是难免生出几分愤懑不平。今天正午刚过，于子渊便带着使女出了莲花坞，据说是要前往竹山一带夜猎。魏无羡当即再也坐不住，丢了剑就招呼师弟们一起再去莲花湖会会那条大鲤鱼。奈何昨日被于夫人狠狠训斥过的少年们心有余悸，一个个都支支吾吾地说明日要检查功课，此时全在临时抱佛脚，一圈问下来，竟没有一个人敢陪他一起去。魏无羡心道：不去就不去，等我捉住了那家伙炖成鱼汤，可别来问我讨。莲花湖边停了数只小木船，勉强可乘2、3人，平时观赏多于食用。魏无羡随手挑了一只，熟练地解了绳子，往湖中用力一推，纵身一跃，轻轻落在了船上。他把袖子挽到胳膊肘，以手作桨，慢慢滑进莲花湖里。莲花湖靠岸的地方建了错落石阶，浅生铜钱浮萍，故而莲花之少。愈往里，花叶才愈旺盛，挤成一片水上密林，红绿相间，风姿叶叶。魏无羡的小船在高低莲叶间缓缓前行，粉红莲花亭亭玉立，入目不过3两枝，却是各有各的风采。多的是莲蓬，细瘦的嫩黄的，花蕊还未褪尽，小巧的令人生怜。偶见一只饱满的，马上叫人伸手择下，搁在船头。觅食的黑水鸡被晃荡的水波惊动，扑腾着乌黑的翅膀向湖心更深处飞去，白色的鸟尾甩作半个圆形，竹绿的细爪扑棱踩出串串水花。魏无羡在花叶最盛的地方停了下来，小船几乎完全没进了矮挤的莲叶间，只依稀可见一角棕色剪影。太阳也叫茂密莲叶遮去了大半，贴着湖面之处凉风习习，吹得人甚是舒服。魏无羡在船头趴了下来，翘起一条小腿，有一搭没一搭的晃荡，拿过刚摘的那只莲蓬，悠哉悠哉地包了起来。莲叶挨着水面的地方总见水泡泛起，有青灰色的鲤鱼从水底游出，试探性地露出一点脑袋，用鱼嘴吻着莲叶边缘翘起的细细叶褶。魏无羡边吃莲子边盯着水面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，眼睛一亮，晃荡的小腿也停住了。他一个翻身爬起来，直接2下解了腰带，将上衣扒下来甩在船上，赤脚跨上船沿，一个猛子扎了下去。兴许是太过激动，扑通的水声比平日传的都要远，更是无比清晰地传进了刚从岸边经过的某个人的耳朵里。蓝忘机本从莲花湖另一边经过，忽然听到这一声似曾相识的水声，想也不想就把视线转向了湖中央。他眼力极好，很快便发现了那只掩在层叠莲叶间的小船，甚至还依稀看见了挂在船沿上的一角黑衣。他皱了皱眉，记起来莲花坞第1日看到的情景，脑中不由得又冒出不合规矩、有失礼仪那几个词来，无言地望了一会儿，没见有人浮上水来，转身打算离开。只是脚下刚迈出3步，就再也移不动了。自他刚才听见水声已经过去了挺长一段时间，
却迟迟没见那人露出头来。大概是云梦的人水性好吧，蓝忘机心想。可想归想，却在岸边等了起来，目光执拗着盯着那艘小船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平静的水面才终于有了动静。蓝忘机下意识凝神，盯紧了那片微微颤动的莲叶。只见一个少年呼啦一声从水下钻出，背对着他，湿漉漉的发丝粘在肩背上，果然是魏无羡。上一回好歹还穿了件里衣，这次干脆脱得光溜溜的，水珠不住的沿着身体流畅的线条滴落，在阳光下平白氤氲出一片活色生香。蓝忘机原本已做好准备出声喊他，瞧见此景却一时哑了嗓子，脑中竟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，开始思索同为男子是否也该讲究非礼勿视。